但是呢，他不懂，他不会告诉你他的那个咽喉是什么感觉，但是他就是讲那个咽喉就是不舒服就对了。然后呢，他也不会跟你讲我有反酸哦。有时候啊，大家不要去问，我们从舌头看得到人家胃食管反流病，然后呢，你还想要去验证一下，然后呢，你就问他你有反流吗？然后讲他跟你讲没有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的头脑就会卡嚓。然后平时我讲的咔嚓呢，就是你会卡住了哈。然后呢，过后呢，他有时候他也不会跟你讲他烧心，他会跟你讲他胸口痛，然后就是有声音嘶哑啦。咽喉炎呢，其实这真的是很多的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呢，从这个慢性咳嗽、哮喘、肺的这个纤维化，或者是这个肺炎里面呢，您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。肠压力高也是会的哦。你看肠它那么远的一个地方，其实我们的肠是真的是很长的，你很难想象的。我们有多高，他不懂得乘以多少，但没有关系，大家回去找一下。然后呢，它就如果你大便不通的话，你下面大便不通，但是它一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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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着下的话，其实它就是很多东西了。所以你看它大肠、小肠啦，它就是影响到那个胃，再上反到那个食管，这样是不是很高呢？有这可能吗？有的，我告诉大家啊，所以它还是会影响到胸口痛。其实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背痛吗？因为它那个气，因为它反流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胃部的一个胀气，它胃里面的胃胀一胀起来，因为大家看不到那一个，没关系，就是代表，所以它会影响到背痛了。你们想象一下吧，啊，用头脑去想象一下。好，再接着接下去吧。胃食管反流呢引起的症状总结呢，这个是从老师的那个脾胃的课程来的，有大肠哦，然后有大肠的，如果他有那个便秘的、腹胀的，都可以考量到这个疾病。然后他有那个脾的这个症状，我们讲到脾的话，其实就是胸闷呐、大家要知道脾就是心口那个地方闷，食管呢它有热有痛的，有时候患者他就指着你跟你讲那个胸口他会热会痛，但是呢他又怀疑第一大怀疑的点他会